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五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育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之间不讲礼貌意味着什么啊？那么这是一个YouTube 平台跟 Clubhouse 的平台的双直播啊。那么这个直播呢，因为我们中间一些技术操作的问题晚了一点，我在这向大家道歉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像疫情啊，比如说像这个国内针对这个教培行业的一个打压等等，它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啊，我都想讲，但是呢，今天我们只能讲一个，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驻美大使秦刚，哎，等一下啊，抱歉，哎，为什么不出来呢？7月28号啊，那么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赴美上任啊，那么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啊，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这么认为。那么你想一下，中国驻华大使去美国，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打破以往的惯例啊，没有派官员去机场接机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去接机的只有中国自己的官员啊，就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总领事叫黄平去机场接这个秦刚。当年这个崔天凯2013年赴美上任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派官员去接他啊，接他之后呢，马上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是克里，马上见崔天凯，说明当时的中美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这个题目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经过几次连续的发展，今天终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到了一个双方不讲礼遇的场合。我今天用题目叫礼貌，但其实是礼遇啊。中美之间已经不给对方礼遇了啊。那么我们在观察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把这个视野拉得稍微开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的一个持续的发展。但是最容易观察的是什么？最容易观察的是中美天津会谈啊，天津会谈是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去天津进行的离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最接近的一场最重要的外交场合。关于天津会谈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面啊，就是说，中美双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从开始筹备、开始讨论到最后安排、最后成型，中美双方的谈判这场会谈的主题或者目标不清晰啊，所以我们讲这是个很奇怪的场合啊，就是说你看任何一个外交会谈，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或者清晰的主题，但天津会谈不是啊，天津会谈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啊，那么有一个不大清楚的说法啊，据说是为这个布林肯和这个王毅会谈铺路。那么布林肯跟王毅会谈又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促成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在10月30号到31号，在20国集团 G20 20国集团峰会上面，这个为了促成这个两国首脑峰会就是双边会谈，做准备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但是你再往上追，这个拜登
和习近平的会谈的目标又是什么？大家知道，首脑会谈总是有个很清晰的战略目标，首脑会谈不会是仅仅是见个面而已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方面当然是希望有一个首脑峰会啊。中国希望首脑峰会的原因是要降低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在全方位的给中国压力啊，那么要做美国的工作，所以呢，首脑峰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模式啊。但是美国在为什么要推动这个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啊？这个本身也不清晰啊。那当然，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总统对面对面的外交有信心啊，这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啊。但是外交工作不是请客吃饭，没那么轻松简单，他肯定是需要一个清晰的目标的啊。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美国认为这个对抗中国的联盟已经组建完成了啊，那么可以给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让步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自己对这个联盟、这个盟友的这个合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毕竟每个国家利益不一样。那么趁着大家这个热乎劲儿啊，那么这个赶紧把中国搞定啊，这两种说法都有啊，外面都有在说啊。但是我是不这么看，为什么？没有一个胜利来自于谈判桌，而不是战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抗，你到现在还没有胜负未明啊，大家只是摆个姿态，并没有真正的直接进行交锋啊。所以呢，我对这个说法不能够接受啊。那么在谢尔曼去天津之前啊，那 Price 在一个记者会上，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他这么说，他说，谢尔曼会去北京跟中国说什么呢？说美国欢迎和中国激烈竞争啊，但同时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护栏，确保竞争不会改变方向，演变成为冲突。我觉得这是美国真正的意图。啊，就是说，无论是推动拜登和习近平会谈，还是谢尔曼访问天津，还是这个布林肯见这个王毅啊，拜登政府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拜登政府真实的想法是三点。第一点，美国在所有的战略方向啊进行反击，把之前美国放弃的阵地、被中国占领的阵地全部抢回来啊，然后争取盟友的合作，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个大方向。第二个方向是什么？美国在做这个战略动作的时候，需要更长时间的战略调整和部署。所以呢，在没有万全把握之前，不摊牌，这是第二点啊，不摊牌啊，就是说他在全方位的出击，这个出击呢不摊牌啊，不摊牌。所以呢，第三点要管控对抗强度啊，防止呢对抗演变为直接的冲突。啊，直接冲突很多时候就是意味着摊牌，但是美国现在不想摊牌。大白话什么意思？大白话就是美国要全面出击，把中国推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把我自己该有的位置再抢回来。美国现在在做这个动作，但是又不能够真动手打起来。这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意图搞清楚，你就可以从今年3月18号的中美阿拉斯加这个战略对话，到这次7月份7月20几号7月28号、27号这个中美这个天津会谈，你把这两件事情你就可以理解清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啊，这个阿拉斯加会谈讲的是什么？
阿拉斯加会谈讲，这个布林肯在会谈之前讲得很清楚，美国是要告诉中国3件事：第一个，我们的边界在哪里；第二个，我们基本原则是什么；第三个，你们该怎么做。阿拉斯加会谈阿拉斯加会谈其实一开始我们也看的就是说有点迷惑啊，美国到底想干什么？其实不清楚，没有具体的目标。但是你现在从这场会谈你就知道，阿拉斯加是美国希望这场战略对话告诉中国你们该做什么。布林肯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个话挺狠的啊，这个话很强硬啊。他说美国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大白话是什么意思？大白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我们是有实力的啊。你就说我们有实力跟你讲这个话，你得听，不听后果很严重啊，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杨洁篪当时发飙的原因。杨洁篪当着记者的面就说：“你既然这样讲，那我也不客气了。”4句话。第一个，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第三个，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第四个，难道我们吃洋人的苦头还少吗？杨洁篪那个发飙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布林肯的这一句话啊。所以呢，你可以看阿拉斯加会谈结果最终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美国要给中国定规矩，中国拒绝了，反手再打一棍子，基本上情况就这样。那么天津会谈，美国的想法也是很简单。你从现在来看，美国是想双方虽然是激烈对抗，但是我们建个护栏吧。建护栏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对抗在一个范围之内，不能够没有底线。没有底线，那可能会演化成为呢，对抗会演化成为冲突。那么我们不能够做没有准备的冲突，这是美国的想法。美国的想法，这是基于什么？基于当年美苏对抗、美苏冷战时代的规矩，就是大家是对抗的，没错，你对抗我也对抗，但是呢，我们双方建立一些规则，这个护栏就是规则，到了这里就停下来啊，不能够演化为直接激烈的、没有底线的冲突，或者是没有预期的冲突。所以美国人的思维是，中国也应该接受这个方式啊，接受这个方式。毕竟双方这个实力悬殊嘛，实力悬殊，你没有底线的对抗，后果双方都不能接受。美国是不能接受，但中国就能接受吗？他觉得中国也不能接受，但是没想到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中国又给美国来了一棒。那么这次会谈呢，谈了6个小时，前面4个小时谢尔曼跟谢峰谈4个小时，然后是谢尔曼在跟王毅谈了4个小时。那谢尔曼，你看所有的照片，谢尔曼在整个的会谈过程当中，脸拉得比河马还长啊！为什么？谈判的会谈气氛非常的差。为什么？谢峰上来就给这个谢尔曼2个清单，一个清单叫纠错清单，一个清单叫关切清单，其实就是一个清单，就是所谓的就是中国关注的清单。好，这是，然后呢，王毅再给谢尔曼画3条底线啊，第一条叫不要挑战、诋毁、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个是不要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第三个不得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这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双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次天津会谈是中国反客为主。本来美国说
这个阿拉斯加谈判没成啊，双方不欢而散，撕破脸。那么现在既然激烈冲突嘛，那我们就要管控一下冲突的这个强度，防止不要变成一个没有底线的这个冲突啊，建个护栏。中国进行了强力的回击啊，就是反客为主，你跟我建护栏，我就不跟你建护栏，我不要这个护栏，我给你画底线。你不是之前给我画底线吗？我就后悔，我没准备好。这次你来了，我给你画底线，我告诉你不能做什么。然后呢，不仅仅是这种强力反击，而且这个谢峰这边还在会谈呢，这边记者会就开了，告诉大家啊，我们已经开始给中国给中国清单，给中国画底线了啊，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中国拒绝了美国的护栏提议。赵立坚当天在记者会讲了一段话，他这段话呢，其实反映了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逻辑啊。他说，美国方面不能够一方面寻求合作，一方面又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不能让这个什么护栏，我们不能让挑衅者全身而退。这其实在护栏这件事情上，双方不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和西方的这个思维上的差异啊。中共的特征是什么？中共的特征做事情先定性，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先讲清楚，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好办，求同存异啊。我们双方有事好商量，敌我矛盾不行，敌我矛盾那就没有底线，那就我们之间就是你死我活，你死我活就是斗争对抗，全领域全时空，不存在什么管控分歧，这中国人的想法，这中共的想法。那么美国当然不一样，美国你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战略利益，我们全球的战略利益，我怎么能够在没有准备好之前进行没有底线的对抗？没有底线的对抗意味着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不受控制的冲突，这是不受控制的冲突可能引发全面的爆发这种全面对抗、全面的冲突，那是不可接受的。对美国来说，这种西方式的逻辑关系，中国肯定是不接受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阿拉斯加是撕破脸啊，然后天津会谈什么？天津会谈就护栏都没有了，护栏没有了就意味着什么？没有底线了。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就3条：竞争是主轴，必要的时候合作，必要的时候对抗。对吧？那护栏是什么？护栏就是必要的时候合作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必要的合作没有了，就剩下什么？竞争跟对抗。所以你可以看，中美之间在天津会谈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激烈啊！你可以看天津会谈期间啊，这个中国在7月27号到29号，在南海的川岛东南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演习。然后呢，27号，赵立坚记者会上开始说这个，其实你可以看过去一段时间，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越来越没有底了啊，越来越没有底了。那么赵立坚的这番讲话，比如说这个竞争、合作、对抗的3分法，从实力出发，对华抹黑，损害中国的利益等等。然后就是7月28号，美国第7舰队本福尔德号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基本上现在是每月1次了，美国的这个驱逐舰穿过台湾海峡每月1次。然后7月28号，这个布林肯见这个达赖喇嘛的代表，
他在印度访问啊，然后到了7月28号，美国国防部长访问越南啊，访问越南见了谁呢？见了国家主席阮春福和越南总理范明政啊。那么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2个国家，第一个是越南，第二个是菲律宾，意图很清楚吧？意图很清楚，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南海边上和中国发生领土有纠纷的国家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骚扰，发表声明啊，说这个批评中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赵立坚29号啊，那个记者会大家有空去外交部网页上看一下，那基本上赵立坚就没有底线的破口大骂啊，没有底线的破口大骂。那天的记者会有一个特点，赵立坚重提这个什么呢？重提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的问题，来源的问题。这次记者会上又开始谈这个病毒，他当然没有直接说啊，但是他意思就是病毒从美国来啊，这是29号，30号就奥斯汀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签一个协议啊，签什么协议？宣布恢复这个 VFA 是一个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签一个协议，叫访问部队协议。这个访问部队协议就是美国跟菲律宾通过这个，美国可以在菲律宾部署军队和技术装备啊。菲律宾当然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啊，那么美国在菲律宾有2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啊，菲律宾也是南海的入海口的位置，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啊。那么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想在中国那边拿点好处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中国只要一扩张，第一站就是菲律宾。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杜特尔特把这个虽然耍点小聪明，但是没有用，所以最终菲律宾发现不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杜特尔特曾经宣布废除这个 VFA， 但是 VFA 发现宣布不行，最后又回来。所以美国跟菲律宾的合作，美国当然下一步就是越南。越南不一样，越南跟菲律宾不一样。越南第一个跟中国接壤，第二个越南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他跟中国的关系比这个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要强很多倍，所以美国做越南工作没那么容易。然后就是好，这个人民日报今天发一个东西，发了一个这10个问题美国必须回答，这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问题啊，我念给大家听。美国在全球建立200个生物实验室，意欲何为？美国紧急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原因是什么？电子烟肺炎大流感以及新冠疫情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曾经举行流行病演习，与新冠疫情传播高度吻合，是否是巧合？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是得的什么病？美国称从2020年1月11号开始研发疫苗，毒株从哪里来？为什么对科学家下封口令？为什么动用情报部门搞所谓的溯源调查？对世界科学界的病毒溯源研究成果为什么一再忽视？为什么不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调查？这就是完全中国已经开始推动全面的反击，就是关于溯源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个拜登总统5月份提出来，要情报机构用3个月的时间提出一个报告啊。那么现在已经
马上就要进入8月份了，实际上这份报告就要出来了。那你可以看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说的那番话，到人民日报开始发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中国开始准备那个报告的出炉。那么美国其实也开始一直在准备做各种舆论准备，双方在疫情在这个病毒溯源这件事情上将面临一场大战要打。那么之前美国跑到中国去说我们还是建一个护栏吧，中国说不建，我们反正要对抗，那就打到底这个是一个决心的问题。我经常讲过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错判，就是高估中国的实力，低估了中国的决心。一样的道理，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真实的再现了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对于中国的错判，就是高估了他的实力，然后低估了他的决心。他的决心就是说中共对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决心，比拜登政府和中国对抗的决心要大得多得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关系当中呈现的一个非常直接、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看到那未来1个月之间，未来1个月的时间，中国已经开始动手了。在美国动手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动手。你看，赵立坚开始宣传病毒来自美国，然后人民日报这番话也开始，你可以看中国基本上开始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在宣扬病毒来自美国。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是中国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忽略掉，然后开始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2点。第一点，中美关系在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往前发展，它会呈现什么样的形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毫无疑问，美国具有实力上的优势，但是美国有自身的问题自身的问题就是内部不团结，没办法达成共识找不到自己的对手。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上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国内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态度已经基本上是形成了共识，就是中国是战略对手，中国是敌人，我们应该整合力量对付中国，这个已经有共识。但现在的问题是，拜登政府似乎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管控分歧，希望把这个直接冲突的时间往后推。但这里面有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就是8月份的这个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这份报告出来，结论是什么？它不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结论，一定会有结论。这个结论引发的中美之间的这种，我们讲这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冲突。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份报告出来肯定引发的冲突至少是个战役级的冲突，甚至可能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冲突。那后面怎么发展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好吗？因为展望下一阶段，当然这里面有2点我觉得值得关注的。第一点就是疫情，你可以看到，张文宏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这个南京这次爆发传播到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现在都有了那么他说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目前来看，当时是3天前目前来看，各地发生的这个案例都是和南京有关这个如果能够控制得好，那这件事情可以控制得住。那么一两个星期之后，这件事就可以平。那如果反之，如果各地开始出现与南京没有关系的个案的时候，它后面就没有讲了。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
其实武汉肺炎、武汉疫情、武汉爆发，其实就是这样爆发的。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开始各地出现的个案和什么，和南京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中国可能很快的进入另外一场大规模的爆发。那这个会影响什么？会影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封停状态。中国进入另外一个封停状态，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沉重的打击，下半年。那这也会影响中美关系，我就做一些这个话题上的准备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好吗 ？OK， 我就讲那么多。那请Amy 交给你，我这边看一下 YouTube 上面有什么。好，那个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吧，就是我们现在是双平台直播 ，Clubhouse 的小伙伴，如果对这个话题有什么就是说想发表意见或者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上来发言。我们这个是按轮麦吧，然后每个人在1分钟时长。Tiny 好，Tiny 你好，啊。对的，我这个Tiny在下面已经潜水了一会儿了。哦，是吗？OK。对。那我们先这样吧，这个Newtown 你在吗？好，我在。好，你可以第一个排麦。那个点点跟 Tiny，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发表意见，你们可以选麦，然后我给你们开麦。好，来 Tiny 你先来吧。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健老师，就是共产党那边的发言人一直是说美国的德克里特堡那个出现了病毒泄漏要查，但是很多人都认为那不是真的，可能是中国造谣。可是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确实是美国那边也有病毒泄漏，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久他没有反驳这种意见呢？请问您同意这种看法吗？谢谢。我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反驳或者支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哈，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没办法去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方面为什么不回应他？美国方面不回应他，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要在你的语境当中跟你去讨论问题，对吗？所以我作为而且你这种隔空喊话也没有跑到我面前来，我不回应是很正常。而且你发现没有，美国的媒体也没有回应这件事情，对吗？所以基本上中国提出一个这样的完全没头没脑的一个这样的指认，我是美国政府，我不会回应。为什么？没头没脑啊！你凭什么就说这样的话？你有什么依据没有？如果你手上有东西，你就拿出来呗。你没有东西，我凭什么要回答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觉得美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说呢？好，谢谢。好，下一位那个 Jim 在吗？在那个。好，在哪Jim，不好意思，谢谢王老师那个梳理了一下最近那个中美关系的那个发展的脉络，就是特别是各个热点啊，然后包括疫情的那个综合起来一起讲，我觉得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晰，就是而且确实下一段确实说疫情的那个溯源可能会造成中美之间很大的风波，而且就是对我们在美华人来讲也是要大家准备好这一点，因为中共这么毫无根据的、毫无廉耻的倒打一耙，确实是令我非常的震惊。就说如此的那个无耻，然后没有证据，就美国就像王老师说的，美国根本不应该起回应，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科学家会想到这一点。就是美国老早已经那个叫什么签约了那个叫什么生物武器，那么就美国就不会再研究了，就是非常明确，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Clubhouse 谈论过，就是说这么做，我们在美华人必须要
我觉得要未雨绸缪，怎么样就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自保，不是自保，就是说怎么样对待中美下一阶段中美的激烈的冲突。谢谢。我觉得在美国的华人，你要搞清楚你是谁呗。这核心的问题，经常我们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华人啊，其实这个我们一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你到底是谁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生活在美国，你把这个国家当做你自己的国家，那你就是美国人。你把这个定位搞清楚，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它。还有一个中共的基本的逻辑就是恐吓，就是说，你不要去发表一些支持一些和中国对抗的言论，为什么？因为最后这件事情会打到你的身上啊。就是说，中国很多美国人会歧视中国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对抗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会有的，会有的。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必然发生也未必。就像经常你说中美利对抗，然后就有人就说，哎，唐人街有个华人被人打了，就把这两个事情拼在一起，恐吓中国人，你要搞清楚啊，搞出这种定位的问题。所以我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定位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被中共恐吓和绑架，好吗？Amy，我先 YouTube 上面好多观点，我来先消化一下，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下面就先大家等一下好吗？OK， 小伙伴可以先举手，先上来，行吗 ？OK。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对内打压一切，对外见人就咬，是不是故意的？对内意图是让除了他自己一切都降维，间接提升自己的地位，对外全部撕破脸，让外部无法用舆论和正常途径来干涉他们的疯狂神经质行为，一将功成万骨朽。中共对外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看哈，无论是宗教、少数民族，还有其他所有的问题，中共就一个前提，你不能跟外部勾结啊。所以勾结外部势力是中共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做的事情啊，就是打击国内，他生怕国内的老百姓和外部势力勾结。这是一个中共很害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中共的统治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信息控制、洗脑，通过信息控制进行洗脑；第二个就是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当今世界是不被接受的普世价值观。所以这两件事情都不能被外面知道，也不能被外面的干涉，否则他的统治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持续出现，原因就在这里。你可以看看香港就很清楚，香港中共在香港做的那些事情，全世界马上都知道，为什么？有记者在那里，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方便，所以呢，对外撕破脸，道理都是这个道理啊。他政权第一位，观点美苏冷战也不是一蹴而就。从开始的铁幕演说，直到后来的冷战升级、古巴危机、军备竞赛、太空争霸，直至最后耗尽精力的苏联轰然倒塌。相信美中冷战也会是一样，一步一步的加深。很对，有道理啊。观点：奥斯汀访问越南跟菲律宾，除了这两个国家均与中国有领土纠纷之外，另外也是美国为了在南海问题上取得更佳的战略位置。因为越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这两处基地分别位于南海两侧，形成犄角之势。若是美国能够重返两处，那么中共基本上在南海就玩完了啊。观点：现在完全不看国内的新闻，政治正确高于一切，不能说一句反对的话。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爆粗口都能镶金边，这个国家真的让人失望。除了仇恨教育，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观点：同意王老师的意见，拜登政府的政策对中国相对软弱，
习总对拜登根本不放在眼里，习总是什么鬼啊？习总什么鬼？我不觉得拜登政府是软弱，为什么？强硬很容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强硬更容易的事情，强硬只需要表达态度就可以了啊。所以，华人有一个习惯的思维，就是表达强硬就正确，其实不对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啊。强硬是世界上最容易的策略啊，软弱没那么容易，软弱你会被人骂的，你比如说被你骂，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讲外交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如果你想拜登政府软弱，拜登政府从他上任到现在，每个月他的军舰就穿越一次台湾海峡，这叫软弱吗？嘴巴上嘴硬是不能够代表强硬观点，从外交部和各界各喉舌开始甩锅，就知道害怕8月份的报告，而且中共肯定是从安插的间谍得知报告结果才会这么咬。下一步工具人钟南山就好出来指认美国了。观点，对海外华人评价自己的处境看一点就行，看看到底谁在恐吓你，谁在恐吓你就会伤害你，谁伤害你你就应该反击谁，这很有道理我最后一个 Amy 我就讲完这个就给你好吗？观点，很多人认为中美交恶会先影响海外华人，其实不然，海外华人应该在历史变革时期有所担当主动站在公益一方，不被邪恶势力绑架。可以参考同肤色同语言的台湾人，他们是如何站立得住的这很有道理。美国人你让他分清楚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我相信他们都分不出来。所以你说中国人，你说我是中国大陆的被人打了，他打的那个亚洲人，他知道他是中国大陆的还是台湾的，他都搞不清楚。所以讲这个话的人都是别有用心好吧，那 Amy 请你来。好，我们下一位请这个排麦的是王先生，是吗？王先生你在吗？好，谢谢艾丽。我想表明3点第一点，对王健老师的相对的比较客观、平衡中立的分析我表示这个欣赏和感谢因为现在官方的媒体甚至一些自由媒体往往太有些极端的阴谋论的一些说法但是缺乏非常冷静的、整全的理性的分析。第二个方面，我谈一点看法，就是说，我们首先不需要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首先是我们要从神的界定作为一个神，我们在天地人之间我们顶天立地我们就追求真理真相所以这个定位我相信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至于在美国的华人，我们首先认同的是美国的这个宪政自由这个体制然后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连老百姓连起码的言论自由、谦虚自由、各样的自由它可以随时摧残。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大是大非的立场上要清清楚楚。第三个最后一点，我稍微谈一点，我们中国人也不要说人家美国人歧视我们我在华盛顿市郊差不多也10几年，那我们教会很多会议也在联邦政府上班或者各个方面，没有一个人说那受到美国人的歧视，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美国人是谁那我们也是美国人美国人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受中共大陆的那种意识形态或者故意搞乱我们这种宣传式的洗脑。好，再次对这个王健老师的分享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我们这个议题可以结束了。这位先生讲的非常的到位我觉得不需要再讨论这个关于美国华人的问题了，好吗？我们还是聚焦在中美关系上。谢谢谢谢。好，谢谢王先生。下位是那个Devin 在吗？我在。好，你可以看看。
谢谢那个王先生，就是阐述这刚才观点。其实我在看中美关系，其实两国的中美关系是跟它 domestic 的这个 politics 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联系的。那么中国那边其实很清楚啊，你如果看它的这个新冠的这么一个溯源的那个理论，它直接打你美国这张牌，对吧？说你是美国这个实验室里面有问题。那当然，美国是不会愿意让这么样一个人外国去做调查，也不会做调查，他这个无稽之谈，对吧？那么你反过来看，为什么拜登会在中美溯源这个关系上把这个 intelligence 的这么一个 agency 拿出来，对吧？让他们去做溯源，对吧？这个事情是应该科学家做的，对吧？真正来说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让这个情报部门去做这个溯源的事情？它背后是什么样一个盘算，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往往没有，就是说我们忽略了一点吧。其实我想听大家观点，或者王老师您观点，看说美国为什么打这张牌，对吧？第一，溯源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为，溯源是一个病毒调查啊，这病毒调查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为。中共说的很对，溯源是个科学家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这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呢，溯源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工作啊，这个没有错。这是第一。第二，拜登政府是不是让情报部门去溯源呢？错，拜登政府从来没有让情报部门去溯源。拜登政府是要情报部门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讲的是什么？这个报告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不是去做一个溯源工作。所以这个网友可能搞错了这个方向。拜登政府要动用他的情报部门，让他们把他们掌握的情况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从病毒学的角度去追寻来源在哪里，那叫溯源，那是科学家。但是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一个途径，有很多途径去追寻真相。这些途径就不一定是这个科学家的，可能是情报机构的，可能是这个我们新闻学层面都可以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一开始的初级阶段，有非常多的情况，这个情况都把这个矛头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多的证据链都能够证明这一条，所以。拜登政府动用情报机构去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记者是受到限制的啊，就记者去采访，在中国的采访，特别是去武汉的采访是受到限制，而情报部门它理论上应该有资源上的优势，所以让他去做这个动作，从安排上来说，我觉得是合理的啊。那么大家也想知道美国政府手里握着什么。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开始有点紧张，所以先把这个舆论造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拜登政府他到底背后有没有什么意图？我觉得意图非常的清楚，就是什么？就是追责啊！因为你想一下，死了几百万人，全世界死了几百万人，美国死了这么多人，一场世界大战打完了，美国没死这么多人，你想想这什么情况？肯定是要追责的，所以追责这件事情肯定跑不过去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是中共要面对的问题，这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件大事。这个事情在之前已经埋下来，现在要见结果了啊，大概是这样啊。我能再补充一点吗？就是说，你看看的这个正常的渠道，对吧？就假设是奥巴马政权，他可能会让 CDC 不，我们不这么讨论问题啊，我们不这么讨论问题，我们就一个问题呢，直接往下谈，我们不要谈这个问题，然后再跑到别的地方去谈，这样永远没有结果。你要是回应我，你就就着我刚才讲的回应，不要另开题目，好吗？我不希望这样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永远没有结果。就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拜登他的这个意图呢，你想要看他从特朗普那边拿回他的政权，对吧？他需要实现的什么呢？是一个去联合所有盟友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政策呢，特朗普拿回政权是什么意思？那么从 GOP 那边，拜登是不是去最后拿了一个总统，对吧？那么他的这个政策，那么他不是拿个总统，他是赢得了胜利，选举胜利啊。他是不是从 GOP 那边拿着总统啊？他是赢得了美国大选，美国人选他。对。他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呢？你看特朗普他是一个单边主义，对吧？那么拜登他肯定不 ，no， 你不要扯远，你还是就着我刚才讲的回应我，好不好？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他是想以溯源这个问题呢，他是至少为什么让这个 intelligence 介入呢？他是要走政治这条路，把这个事情政治化，对吧？那么从中找到这个国际政治化，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议题啊。这本来就是个政治议题啊！什么叫政治化？这本来就是个政治议题。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不是政治议题是什么？什么叫政治化？对吧？这本身就是个政治议题啊！这不是一个经济议题，也不是个卫生议题啊，这是个政治议题啊！一开始就是个政治议题，对吧？对，好，我那个把David你的麦先闭一下，因为就是我们时长是有规定的，然后你的这个问题假设的太多，延伸的太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想说，就是给你点时间，想把自己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已经可以了。我们下一位好吗？那个下一位是那个Ian 在吗？在的。哎，对，开麦。哎，你好，谢谢王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啊，我是第一次发言，请多担待啊。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中共把这个教育业团灭的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因为逻辑上比较我自己还不能自洽，所以请王老师多多指点。我想问的问题是，他教育业团灭，他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的结论是他想把教育业给抓在手里，但是抓在手里，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抓在手里之后，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我的思考是因为我是80年代到90年代接受了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我的理解是关于一些文科、历史之类的，它可以穿插它的意识形态的教育，然后加强这个对共产党拥护之类的七七八八的东西，他想洗脑。但是对于这种其他的理工科来说，我没有经历过这些老师对我一些共产党的洗脑之类的。那这些教育业的对这些教育，它是以成绩说话的。那成绩是什么？成绩就是他要考试。他考试什么？他就是大量的练习和对于一些考纲的理解或者猜测，他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对于教育这些补教业来说，他们不需要做一些对共产党的洗脑有伤害的事情，即使是共产党，他也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比如说他可以根据可以穿插一些党委啊，或者是跟一些学校合作，要求他对考纲上一些加强。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团灭这个教育这个补教行业。如果是出于他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加强的话，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想王老师以前说过，就是他有一些高职，就是把一些大学给降低成高职，是不是这个他把这个教育我先背一下麦来问，就是我们是以今天这个 title 主题来扩展的。你刚才问的是教育的问题，我不知道王老师想回答这个问题。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吧，我们还是今天聚焦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团灭教培行业，不是教育行业，是教培行业啊。教培行业为什么要团灭？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网友讲过这个议题，主要是中共有一个词汇叫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什么叫政治安全？就是你在桌子上放了一个馒头啊，旁边站了2个小孩，这2个小孩饿了，他们可能会把这馒头吃掉，那怎么办呢？就把这馒头把这2个小孩赶到门外头去，这就叫政治安全。这2个小孩站在桌子边上，他就觉得不安全，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政治安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它的
教师队伍1400万，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1000万，等于在中国的教育队伍受谁管理？受教育部管理啊，教育部从上管到下，从里管到外，那么整个能够控制得住，让你教什么你就教什么，教材怎么改就怎么改，让你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有1000万人，1000万人也在上课，但是这些人没人管他，教育部管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是掏钱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像什么？桌子上放了一个馒头，旁边站了俩小孩，他觉得不安全，不安全怎么办？不安全就把你灭掉。这有点像当年汉武帝把这个豪强从各个地方抓到来，放到京城里面管起来一样，就是政治安全，就这个角度。至于他后来怎么干，没关系，先把他灭了再说。共产党做事情不一定那么有条理，但是呢，他知道他想干什么，好吧？我就简单回答一下这么多。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就Amy， 我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观点，我再念一下，好吗？哎，好。观点从我看是到哪儿了？很多，请问王先生，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对中国内部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美国越高压，中共或者是中国出现变革的可能性越高。我们以前学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有个说法叫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啊。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套到中国的变革来说，中国要发生变革，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内部啊。那么中国要变成变革，中国人民要有变革的动力，要有变革的这个力量，要有变革的意识，然后这件事情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中国内部这种意愿不强，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是第一个。外因是条件，美国对在外部施加压力啊，配合内部的条件，就有点像什么？当年我们就说当年台湾吧，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有一条就是台湾人民的流血流泪，拼命跟国民党拼命，台湾人民才获得了民主政治。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关键时候，美国再施点压力，让国民党不敢动手，最后结果就是台湾走向民主化。你可以看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基本上反映了这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的这个逻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那么中国会不会因此就发生改变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中国人民在这个方面的意愿有多么强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动力，多大的能动性，这是根本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疫苗无效已经是铁的事实，为什么没有国家或者组织追究世卫组织把中国疫苗纳入清单，为其背书的责任？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我也想问啊，我也不知道，也许条件还不成熟吧，到时候一起算账，会不会呢？啊，观点非常同意王先生刚才讨论时坚持请网友就着一个问题回应，我和别人讨论问题也会有这个体会，要在一个点上就着逻辑把事情搞清楚。不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讨论就变成了争辩或者是吵架，没有意义，浪费时间。我会坚持这一点。我们在这一点上，这一点基本上是我们讨论的核心的观点，我们就要在核心的观点上一路讨论下去。如果你要重新开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谈，要谈就从头谈到底。如果你这个议题上没有意见了，我们这个议题就结束了。这就是我讨论问题的方法，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讨论问题。
就是我们只谈一点，谈完这一点有结论之后，我们再去另外再讨论别的问题啊，这是否则的话，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件事谈到一半，我再提另外一方面然后再来谈在另外一方面没谈到结果，又另外一方面，那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我不同意这样讨论问题啊。这是我为什么刚才坚持把这件事情往下讲的原因。观点：现代政治之下，哪怕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只要符合民主程序，都可以独立。我去苏格兰没见过几个会说凯尔特语，人家也可以独立，一张嘴就谈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都活着二战后的新兴民族国家那个阶段。民族主义非常 low， 不管哪里的民族主义都很 low。OK， 好吧。民族主义也好，政治现实也好，独立也好，统一也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意愿，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因为现代国家其实，如果你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其实这个国家是难以管理的。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人民意愿，你的施政和人民意愿相背离，其实这个国家是难以管理，你的管理成本会非常的高，高到什么地步？高到你没办法施政的地步。所以实际上你现在看中共就是这样的情形。情绪，王老师好，就算全世界都开始从疫情溯源追责中共的时候，但是墙内的人由于信息闭塞，长期洗脑，会加深墙内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对立和仇视，感觉是个恶性循环，很可怕，也没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你这样洗进去，你就可以这样洗出来，所以我不觉得有多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掌握那个洗脑工具，这才可怕。把洗脑工具给消灭掉，这次世界就很快就改变了啊。情绪，中国疫苗和疫情现状，中国人没有几个会提出疫苗有效性的问题，这就是当代版的皇帝新装。其实疫苗的有效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来啊。你可以看这个记者会前天的南京的记者会上，南京这个叫什么卫健委的这个记者会上，就有记者提问问什么问题？说这些感染的病人有多少打了疫苗的？记者就问中国的记者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疫苗，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话就过去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现在还在。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没有人，我们现在在中国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中共的洗脑是很厉害，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虽然很多你可以看我们在前天我们看到视频，这个郑州的一个人在这个5号线的这个地铁口，这个把那个维稳的那帮便衣臭骂了半个小时，然后我看到有人留下来的这个视频，在这个推特上说什么？说这个看着那人骂完之后呢，他离开的时候呢，我就去后面保护他写这个推特的人，结果发现有2个彪形大汉也跟着后头，结果就看他上车就走了。然后我们3个呢相视一看，那2个也是保护他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其实中国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也没有那么共产党也没那么厉害，他也是千疮百孔。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中国的未来，请大家保持希望，尽量的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保持善念就好了，好吗？艾米，我今天有个状况
我要先把这个 YouTube 关一下，然后我可能要出去啊，可以吗？哎，好吧，时间 OK。YouTube 的网友呢，就我先明谢一下好吗？Jessie 蔡、John Snow、Helen、James 叶啊，那感谢 YouTube 网友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那么我这 YouTube 先关了啊。那么请大家 YouTube 的网友呢，如果你还要继续参加这个议题，请大家来 Clubhouse 的房间参加好吗 ？OK。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